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1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11.75，收盘价是214.2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4.66，最低价是在206.1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8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4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又上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将要继续上行走势。MACD 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上行。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多头的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1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吊人线。那吊人线的特征呢，是下影线很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小的实体呢，在 K 线的上部。那上影线呢，很短，几乎是没有。那这样的线型如果出现在高档，我们会把它称作叫吊人线。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线型是出现在低档，那我们会把它称作叫锤子线。那目前这根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后上涨的行进中。那在整个的走势当中呢，它是在相对高的位置，所以我们把它称作叫吊人线。那吊人线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也就是说，次日如果出现低开低走呢，那股价是很容易回档的。好，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吊人线它的信息。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也就是2月9日的最高214。然后呢，股价是出现了上涨，在盘中股价是回踩到125日均线值，然后遇支撑，然后继续向上。那我们说，股价是在连续上涨，收盘过前高，通常这是上攻的信号。但是呢，唯一的不足就是它的成交量没有跟上，也就是说买盘没有跟上。那成交量不足，呈现了价涨，我们指的是收盘价，价涨量缩。那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预示着股价也是有可能会回档的。那再有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是一个吊人线，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所以因此我们从这2方面解读，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向上和向下都是有可能的。那它的开盘和开盘之后的走势将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指开盘之后的走势，是指开盘之后的1-2个小时，对，是在盘中开盘之后。好，那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K 线信息的解读的结论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有可能向上，也有可能会向下。我们指的是股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有2个方向，一个方向会出现大幅的上涨，收盘价会在222，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6的。
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是股价会出现叫做小幅的回档，收盘价会在206。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4的，这是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说股价在2月15日有可能会平盘，就是会收在209附近。实际在2月15日收盘价是在214.24，出现了上涨。那我们预测的上涨啊是在222。那虽然这个收盘的点位，我们预测的收盘的点位和实际相差较大，但是呢本质是相同的，就是这个收盘价都站上了214，也就是2月9日的这个最高。那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说为股价继续上行呢奠定了一个基础。对，也就是这样的指标，还是说将股价的走势指向向上的。好，那这是我们对前一日预测的一个总结。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也说了，目前所不足的就是买盘没有跟上，出现了量缩。那这也是股价后续要上行的一个叫做负面的指标。对，价涨量缩，那通常预示着股价会回档。好，那既然股价有向上和向下的可能呢，我们依然是从股价的上行开始说起。在2月16日，股价如果上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14。虽然我们说2月15日的收盘价在214.24，已经突破了上方的这个目标，但是因为它的最高点是在214.66，并没有一个大幅的增长，所以在2月16日如果出现了低开盘啊，那上方这个214它依然是股价上行的阻力位，也就是目标。所以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认为是214。那我们再来看2月15日这样的一个吊人线啊，最高价还是在214附近，这也正说明除了我们说买盘没有跟上啊，实际上空头是在守214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有压力的。好，这是第一个目标214。那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214，或者在盘中能够突破214，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237，是这条水平线。237是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这是这一波下跌的起跌的 K 线的最高，所以214之上的目标就是213。那我们会看到在214之上的目标是237。那在到达237之前的阻力位，我们会看到是200日均线值，在2月16日应该是在224附近。好，那这个位置呢，我们说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强压力。那股价在这个位置如果不能够突破啊，很容易会出现回档，甚至是下行的。所以在214到237之间，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好，接下来一个目标，如果股价站上了237呢，我们说上方的目标就是313，是这一波下跌的起跌 K 线的最高。那这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就已经给出。那我们等股价能够站上237之后啊，
我们再讨论后面的目标。好，目前只是作为一个信息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或者叫回档。那股价回档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7，是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根 K 线也是连续3个交易日也是回后上涨的齐涨 K 线的最低，所以股价出现回档，目标一定是它。那我们会看到，在到达187之前啊，目前12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包括2月15日和2月14日2根 K 线的最低啊，都会成为支撑。好，这是第一个目标。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187，接下来的目标是162， 162是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它也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也是回后上涨齐涨的那根 K 线的最低，所以这是股价要下行的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那我们会看到，在到达第二个目标之前，例如对于2月16日来说，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2附近，将会成为支撑。同时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自己定义的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大概在177附近，也将会成为支撑。也就是20日均线值和这条趋势线在日后啊，都将成为股价要到达第二个目标的支撑。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总结一下，对于2月16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214.66这个前高，我们要关注是否能够站上它，因为站上它，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然后我们还要特别关注还是200.60这个水平线，它也是这个绿 K 实体的中线，是50%的成本线，是当日这根 K 线50%的成本线。那它是强支撑。那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呢，我们说是很容易去测试187的。所以在2月16日，我们依然关注这两个点，214.66和200.60。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依然从头说起。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在操作的信息过程当中，我一定会要从建仓开始，一直说到目前的这个 K 线的位置。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可以使听众能够思路连续，然后直到例如2月16日今天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思路不至于再重新翻看前面的视频。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有新进的观众来收看视频，那也是一个便利呢，就是不用去翻看前面的视频。对，那同时如果比如说每天大家在听我都是从头说起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就是如果对于初学者呢，是或者说我们说就是刚刚接触 K 线信息这个技术呢，会有利于大家熟悉这样的一个案例的。对，好，我们开始说。
第一个操作的建议，我们是在1月17日的收盘价建仓，然后在1月23日的收盘价143有加仓，在1月26日收盘价160有加仓，在1月27日收盘价177附近可能会有加仓。我们提到可能会有加仓，是指我们在当日的视频没有给明确的加仓建议，只是给出一个叫做可以加仓的信息，对，信息不是建议。好，在2月1日的收盘价是181这个位置，我们给出了明确的加仓建议。好，那么一路向上，我们会看到到了2月10日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在这个地方会有停利出场，停利是指停止利润出场，那对于目前来说已经是空仓了，好，利润已经落袋。那在这个地方没有停利，而是守停损的呢，在2月10日守停损，我们给的是188，那它没有出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2月13日没有出场，依然是守停损，是守在182这个位置的，所以也没有出场。到2月14日依然守停损，我们是从182提升到了187，所以当日收盘价是在209附近，依然没有出场。好，那到了2月15日，那到这一天，其实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在2月15日，我们给这样一直持仓的账户呢给出的建议是守停利，守在202。如果不停利，守停损是守在189，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好了，这是我们说的这样一路建仓加仓，然后没有出场，到现在依然持有的仓位。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操作，到了2月16日，我们说停利依然是守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04到207之间，所以我们要守204或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因为我们测算的5日均线值可能和实际发生会有一些偏差，那也就是收盘价跌破了204，或者说是5日均线值，即可要停利出场，然后守停损。对于2月16日，我们要从187，刚才有口误，我们这个操作的停损是在187的，那么我们要从2月15日的187提升到200，好，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我们来说说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2月16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04到207之间，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呢是在201到203之间，那两个均线值是非常接近了。然后还有当日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部位。
那么按这样的分析来说啊，那我们说这个位置的支撑是非常强的呀。嗯，对，这个位置的支撑是非常强的。然后呢，所有的支撑又都收窄，也就是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那我们说股价一旦出现了有空头的力量出现，然后在这个地方，比如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聚集在一起的支撑是很容易被跌破的。而且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一个信号，就是吊人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价涨量缩，这都是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反转的叫做信息。所以我们要谨防在2月16日出现股价的一个大幅的回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停损的位置要提升到200。为什么要200呢？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条中线是200.60，是这个红 K 的，这个绿 K 的50%的成本线。对于单一 K 线而言，长绿 K 线的50%成本线是一个标志，跌破它一定股价会测试这根 K 线的最低，所以也就会要测试187。所以为了保住我们目前的利润，我们要把这个停损提升到200，要在200.60下方一点，也就是在2月16日股价一旦跌破了200呢，那我认为应该是要停损出场的。不至于我们再说例子，如果出现一根长红 K 线，收盘价在196，那我们说，如果我们守187，我们仍然会等待。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继续出现一根下跌的红 K，那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利润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我们要对于2月16日，我们要从187提升到200。我们说的是停损。好，这是我们说的对于一路这样操作的2个点位。好，这个说完，我们再说一个叫做建议。如果我们我们会看到停损位，如果我们提升到200和我们的停利的位置只相差了4个点，也就是204。那实际上这样一来我个人认为这个停利就没有必要了，我们直接就守停损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停利出场呢，和停损的位置太接近了，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看股票会看走势会看多的话，我们在2月16日我们直接就可以守停损。对，也就是说，如果股价在当日的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并没有跌破200呢，我们可以再等一个交易日。对，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在接下来交易日会继续出现一个这样的蜻蜓线，然后收盘价还回到200的上方，那日后有可能会再上涨，再突破214呢。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停利呢，可能就会我们叫洗盘出场嘛，可能就会被出场。所以对于2月16日的建议呢，我们可以直接守停损在200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第一个操作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操作。第二个操作，我们针对的是在2月10日这个地方有停利出场的，也就是利润已经落袋了，然后呢准备再进场的，还有就是说一直错过这样的建仓加仓，因为在2月1日之后
在这些交易日我们没有任何的加仓建议，所以呢，我们空仓的朋友呢，可能会看到股票一直在涨，然后自己一直是在空仓，也是不舒服的哈。那我们说，在2月13日，我们也给出的进场的建议是针对于一直空仓的和在这个位置已经获利出场的，对这两部分仓位。好，我们继续来说，2月13日我们给出收盘价，是在194.64，这是我们给出了建仓的建议。说为什么呢？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大家可以看2月13日的视频来看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要建仓加仓啊。好，2月13日的收盘价有建仓，我们在这儿建仓是抢反弹，当日我们设的是止损。止损是指我们还没有盈利的情况下要停止损失，对，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给的止损是当日 K 线的最低，当日我们抢反弹的目标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在200，那在200会有出场的一会儿我们再说那一部分那在这里抢反弹，说抢反弹，如果我们没有出场的，对，对不起，我还要再说，在这个地方从第2个操作开始，我们是给出仓位管理的信息的，建仓是5%，也就是说资金量的5%，在这个地方建仓抢反弹，然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说我抢反弹没有设出场位，那收盘价已经到了209附近。那在2月14日，我们在这个地方又给出了明确的加仓建议，要加仓20%，也就是到了2月14日，应该是已经有25%的仓位了。那25%的仓位呢，我们说再向下说，到了2月15日收盘，我们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小的盈利。那到2月16日来说，我们要讨论停利停损，因为有一小部分盈利。那但是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小部分盈利是非常少的，因为一旦出现了一个长红 K 线，出现一个大幅的回档其实我们是没有利润的。所以对于2月16日我们给的是依然是止损的位置。那止损的位置，我们要从之前的189，在之前我们是这个地方加仓还是不论是加仓还是建仓，那守的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所以我们对于2月15日是止损是在189，到了2月16日，我们的止损位也要提升到200这个位置。好，原因同样是这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所以对于这样的操作呢，止损是在200。好，这是一个操作，还有一个操作，第3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抢反弹，那到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已经出现了上涨，我们说要在这部分要加仓。那我们视频当中所说的所有的加仓的部位也都是建仓的部位，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还会有人刚刚建仓，但是我们给出的建议是建仓一定是5%，而不是20%。那在这个地方5%建仓呢，当日是在接下来交易日守止损是守这个 K 线的最低189。那到了2月16日依然是止损，对，因为我们还没有获利。虽然目前的收盘价高但还是没有获利，
所以我们的止损位也是在200。好，这是我们对于这3个操作来说的。那在这里呢，我还想再说明，目前对于第一个在1月17日就开始建仓，一路加仓，然后一直没有出场的呢，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又加仓了10%，应该是加仓到55%了。对，那目前我们是要从全仓到满仓的过程。全仓指的是我们使用的资金量是账户资金的50%，满仓是指的我们要叫做使用全部的资金。对，那由全仓到满仓的过程呢，实际上如果仓位已经到达了全仓，已经是盈利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账户当中的剩下50%的余额都可以投进去，因为我们是有护城河的。对，所以对于第一个操作，现在是从全仓到满仓的过程。那对于第2个和第3个这2个位置进场的账户呢，我们说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仓位加到全仓，也就是加到50%。那加到50%，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盈利了。所以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我们要这里我们讲的是中心思想，我们不讨论股价，我们讨论的中心思想是，一旦我开始操作，我的目标就是要加到全仓，而加到全仓，我们就要特别关注哪个地方是可以进场的，哪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的。对，所以说，对，这是我的一个补充的说明，我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我非常担心，不但没说清楚呢，到把听众说糊涂了，这是我的最大的担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这是我们说的之前所有操作的停利、停损、止损位，然后我们再说2月15日这个地方收盘过前高，突破了214，然后又是绿 K。但是在2月15日，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理由在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很多次了，就是价涨量缩，出现这样的指标是不可以建仓和加仓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 K 线技术的经验。对，那我们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例如比如说这个收盘价如果在高位，那我们是再有量或者量平，我们都是可以加仓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突破了214，所以现在不管是当日 K 线的最高还是收盘价，还都在214附近，所以我们不认为它现在是真突破。没有突破，又出现价涨量缩，还在我这样的一个横盘区域，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建仓和加仓的。好，这是我重复的多头操作的建议和规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不给空头的操作建议，我们只是讨论空头来分析我们的多头操作。对于空头，在214很可能已经就有空头的布局。我们来看分时图。分时图呢，我们来看现在是应该是已经是盘前了。
我们把它变成盘中时分，这是昨天的盘中的 K 线。那从盘中的 K 线，我们会看到股价上涨到214附近，会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行，然后一路拉升之后又出现了下行，然后一直横盘在这个214下方一点，然后到尾盘的时候又出现了下行，然后呢在尾盘是被一路的拉升。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我们说在214这个位置一定是有空单布局的。好，我们回到这个位置，那么所以对于空头来说，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建仓，然后呢，在2月16日我们要提防，一旦出现低开盘或者大幅的低开盘，或者在盘中股价一旦跌破了，我们指的是盘中跌破了5日均线值，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一定会有空头加仓的，所以说呢，我们说空头加仓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几个均线值的阻力，所以我们说空头在这个位置是容易加仓的，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其实也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停损位要提升，我们把止损位也要提升到这儿，对，所以一旦加仓跌破，后续呢，空头一定是要奔向187的，所以这是空头，所以这样的 K 线还是预示着有空头的介入。那说股价是不是还能够向上呢？当然，如果有空头布局，只要有买盘跟进，这个股价一定是向上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K 线收盘过前高，这是股价要向上的指标。同时，我们不排除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长绿 K 线。一旦出现长绿 K 线，这叫一星二阳这样的架构出来，那股价一定是要继续向上的。对，所以说呢，其实就是2月15日这个 K 线是给出的一个不确定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2月16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我们来看压力位，第一个压力是214.66，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25，就是当日200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和当日 K 线的交点。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37。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我们要依次来说一下。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04到207之间，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01到203之间。然后我们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是在205附近，然后还有前高前一日 K 线的前低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206附近，所以这样一来，我们把这几个值合并我们不要忘记还有这条水平线是200.60，如果我们把它合并之后，第一个支撑区间是从200.60到207，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就是189.44，是这根 K 线的最低。对，然后呢，我们可以和这个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合并，是189到187，这是第二个支撑。好，第三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2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平盘，平盘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基本持平。那如果是平盘，它有可能是
跳空的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218，下方最低会到达209，收盘价会收在213附近。那么出现这样平盘的条件呢，是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过218的。那解释一下，这样的第一个可能平盘呢，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个K 线。那如果一旦是出现这样的线型呢，也是预示着股价会回档。对，那这样的一个涨势呢，我们认为股价很可能会有，即使是回档，很可能会有一个冲高再回档。对，好，那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要给出两个方向，一个是会出现上涨，如果出现上涨，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2，最高上方会到达224，收盘会收在221附近。那出现这样的上涨，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或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好，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如果是小幅的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13，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05，收盘会收在208附近。那出现小幅回档的条件，它必须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21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小幅的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